天恩的前途啊，为师世界要费神的事儿，是要好好商量的。一会儿郑波来了，你跟他好好说说啊。人家太妃也是一番好意，我也是为了天恩吧，哈望着儿子有机会成才，辅佐皇上，光复祖业。可郑波他……好意有时候也会错，我也是一番好意，结果呢，害了灵芝。陆夫人万万没有想到老太太会有如此的自责，以往她从不这样，不可能会反省自己，更不可能会认错。一时间，陆夫人无言以对，只能默默听之。老太太，额娘。老太太正为你的事儿操心呢。天恩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该好好打算一下将来了。我呢，也老了，以后你们的事，你的事，都由你的父母来安排。老太太突然这么一说，毫无心理准备的陆天恩听得顿时呆住了。早已习惯了祖母的专断而唯命是从的他，竟不知如何的答复，只能依照惯例回应：好啊。陆夫人虽然了解老太太的心情，但同样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甚至她的心中还比陆天恩多了一份恐慌。以往她做任何事情都是听命于老太太，这虽然是权威，是压制，但她已经习惯了，而且还成了她的一种依靠。现在老太太突然决定不再做这个专权的老佛爷了，她的感觉竟是没有得到自主权的欣喜，而是平添了许多失去依靠的惶恐。更坏的是，以往她与陆正波意见不一致，都是以听老太太的来解决问题，而现在没有了依靠，也就没有了借口，她将要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老太太，大家都听惯了您的嘱咐，这往后您多歇歇，省点心，省点力，可大主意还得您拿呀。我是不敢再出什么主意了，出错了会害我的子孙。天啊，以后不管什么事儿，跟你的父母去商量啊。陆夫人的心紧上加紧，几乎要哭了出来，很想请求老太太继续垂帘听政，但是心里慌慌的，半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而此时的陆天恩却从心底里欢呼，他终于有了1/3的自由。但是他望着母亲的背影，却不敢表达，只是按照惯例称是。是。陆夫人当然不理解儿子的心情，听得他这种皮硬肉不硬的声音，心里顿时添上一把火，恨不得挥手给儿子一巴掌。偏偏这个时候，陆正波进来了。老太太，儿子给老太太请安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跟天恩说呢。玉伦进宫当差，是太妃好意，说是让天恩也去。去还是不去，
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陆征波也没料到老太太会有如此的决定，一时他有点意外，但是他立刻恭敬地回应，只是语气沉稳，内心忐忑。是的，儿子一定谨慎仔细地把事情考虑周全。少爷，请用茶。天，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有些话我必须要对你说。请阿妈明示。你听了以后，一定要在心里弄明白。阿妈反对你进宫当差，反对你涉足政事，是有原因的。咱们陆家是官宦世家，祖上在朝为官，可是现在年头不对了，时局混乱。现在，阿妈只希望你做一个抚养无愧的安善良民。是，阿妈。以往我在朝为官，深知宦海惊涛骇浪，凶险无比，你是绝对不能深入其中的。再者，现在的大清朝廷是名存实亡。皇上年少，他周边的那些人个个是怀有图谋，互相排挤，是非极多。你要深陷其中，是绝对应付不了的。按说为人臣者是不应该在背后议论皇上的，可是现在是迫在眉睫，我是不得不说了。玉伦他进宫当差，是因为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可你却不同啊，孩子。阿妈说的，孩儿都明白。宫里是非多，不宜涉入。阿妈教训其他的话，孩儿也都谨记在心里，绝不会参与舅舅热衷的复辟事件。你能明白，非常好。你看仔细了，这是咱们家的全部财产。以前是满满的，自从辛亥之后，每年卖几块地来填补家用。这11年过去了，你来算算，还剩下多少？去年为你娶亲，又买了几块地。前不久为你的岳母善后，又买了几块地。你再来算算，这剩下的还能支撑几个年头？你阿妈隐居是不问世事的遗老，你是游手好闲的遗少，锦衣玉食的公子哥。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明白坐吃山空的道理呀？额娘不是这样的。阿玛说，她也不想让我这样游手好闲的。她只是说宫里是非多，不让我涉足。其他事儿我是可以做的。其他你还能做什么事儿呀，儿子？我也可以跟你念生一样，去小学教书，填补家用。教书
人家燕生是读的师范学校，取得了教师资格。你呢？你哪所学校读毕业过呀？啊？我可以用功啊，我用功补得上。咱们家世代在朝为官，难不得到了你这儿就得沦落成从小孩子身上讨饭吃？你可真有出息呀！我看你呀是鬼迷心窍了。那你不是问我其他事儿什么能做吗？刚刚获得了1/3自由的陆天恩，忽然觉得这余下的2/3才是真正的难办。对于朝廷政治，父亲是要自己敬而远之，母亲却是要自己积极的响应，甚至往里扎。父母的不一致让自己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，滋味难受。小生，哎，爸，都收拾好了。差不多了。你考进学校后，在京城读书需要用钱，爸爸呢，这些年存了点积蓄。给，你带着吧。爸，你的心意，我一定都带着。可是这个钱，还是留在你自己身边。别，爸，你只要别再像前2年那样，因为我读书的事情生气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真的。不反对你了。时代不一样了，女儿也可以承担父亲的希望了。要是在古代呀，说不定我还可以像花木兰一样替父从军呢。是，做父母的，谁舍得让儿女为自己卖命呢？只是，做女儿应该考虑的是，做一个贤妻良母。哎呀，爸呀，你怎么还是这一套啊？好了好了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但你这趟去，在京城要多住段时间了，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，啊。您放心吧。叶生，没吓到你吧？哎，我来拿，哎，还是我来吧。交给我，交给我，没事，我来。哎呦，真沉。啊，我让小顺儿跟马车在门口等，我害怕火车早到，所以提早在这儿等你。哦，老太太听说你要来，特别的高兴，她安排下了客房。我让小顺买了好多鲜花放在你的房间，这样你早上起来就能闻见很好闻的花香了。不用那么劳烦的，我先到府上去拜见了老太太，然后就住到客栈去，这样方便一些。这可是老太太的一番好意，你怎么好？先回去吧，别在这儿讨论了。也是，那这边。小心小心，哎，小心！箱子是不是很重？不重不重，我里边有很多书。好啊，我找找车啊。刚刚我着急进去，我就不知道车停哪儿了。小顺儿，小顺，哎，少爷，你再停远点儿。没有，那这边。哎呦，小心！你们刚才应该把车停到这里边去，停到里边去，我不是少走几步路吗？你少走几步。这，闪开！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你脚怎么了？我脚崴了。我崴了，那怎么办啊？啊？送医院吧。送医院，来，我们去医院。哎。呀，瞧瞧这老太太步子越走越稳健了哈。
哎呀，不比从前了，得抓紧练喽。哟，这老太太都走出汗来了，要不要先歇歇呀？不要，我要走到前面去，要到前面去。嗨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来接你，没想到把你弄受伤了，我真是……没关系的，大夫很厉害，他一处理啊就好多了。还疼吗？担心死我了。医院这种地方，让人总是很茫然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倒是轻车熟路的。刚才也吓着你了吧？是啊，我也不知道，这么的危险，我还以为……哎，小姐，外边下雨了，带把伞吧。谢谢。哎，陆公子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这位小姐是？我姐姐。哦，原来陆公子的姐姐也这么漂亮。哎，那个水姑娘，真可惜。护士小姐，还你伞。哎，好嘞，哎，来了。咱们走吧。走。其实我对这里挺熟的。1年以前，我曾经在这里照顾过一个姑娘。她是一个唱古书的，叫水飘萍。我还记得第一次遇见她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好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她唱的书那么生动，把我以前对书本的隔离感一下子就消除了。以前生硬的东西，从他嘴里唱出来，就变成活生生的，有血有肉的，就好像我能感觉到一样，能呼吸到一样。并且，他好可怜，家道中落，还要赚钱为他的母亲。像这么一位可怜的姑娘，我恨不得好好的保护她才是。之后她生病了，生得好重好重，家里人不让我来照顾她，但我就是想照顾她。她那么可怜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就好像她跟我有无尽的干系，我需要一直帮助她、保护她一样。不知不觉中，又1年过去了。今天那么巧，又来到了这里，还下着雨，好像是上天为他哭泣一样，都在为他哭泣一样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呢？这是你的隐私，你可以不说的。是。家里的长辈老说我不懂得人情世故，我也知道这些是不应该说的，这些都应该埋在心里，烂在心里，不应该给任何人说。对不起，
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说了。我也知道这些事情不能告诉你，打扰你，让你觉得无趣，添烦恼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啊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感兴趣的。我也非常感激你对我的信任，真的，你能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，我觉得你们俩的故事真的是很凄美。你能对一个唱古书的姑娘那么用心，你是个好人。这个世道没有几个人能像你这么善良和痴情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他生病了，病在他身上，却痛在我心上。你对水姑娘是勇敢的。勇敢？从来没有人这么说过。我很多事情都害怕，我怕我父母，怕我祖母，连灵芝我也怕。不，那不是怕，那是敬畏。对亲人、对父母，除了敬畏，没有更合适的办法了。真的，你一个贵公子能够冲出樊篱，去爱一个平民阶层的一个弱女子。真的，这就是勇敢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我吗？这一刻，秦彦生觉得陆天恩是本真善良的，在他的心目中，一个本真善良的人是可救的，也是可爱的。年轻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愿，对眼前这个俊美的少年进行着美好的误读。他从陆天恩无助的眼神中读出了善良，从他悲伤的泪水中读出了痴情，甚至还从刚才的故事中读出了勇敢。秦彦生渐渐陷入了对陆天恩的爱恋，只是这个爱恋的对象并非陆府中长大的陆天恩，而是在他心目中成长起来的陆天恩。他爱上了自己想象中的作品。老太太、太太，少爷接到了秦姑娘，已经进大门了。哦，那一会儿就让他们到这儿来吧。是。宫里的事儿，先别跟天恩提了。他不完全明白郑波的话，容易想岔。而且，宫里正忙着皇上大婚的事儿，人多口杂，容易胡乱传话，生出是非。总之啊，你别让天恩惹上了是非。皇上大婚呢，你就让他去道个贺就行了啊。知道了。我说的话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做事情要小心一点，谨慎一点，别让我太操心了。是。行了，那就先下去吧。是。恭喜太妃！听说皇上大婚的事儿已经定了，太妃就了去了一桩心事。老太太说，这也是太妃的喜事儿。这不，在家里啊，加紧练习走路呢，准备赶过来给太妃道贺呢。哎呀，那再好不过了。我呀，最喜欢她过来陪我说说话了。在老太太心里啊，摆第一位的就是宫里。您不知道，昨天啊，练走练得满头大汗，还说呢，
为了来向太妃道贺，为了皇上大婚的时候能亲自来道喜，说什么也得练得把步子走得稳稳的。哦呦，他这个年龄啊，可不能太要强了。病后练习走路得慢慢来，不能太猛。皇上的大婚还有些日子呢，赶得及的，赶得及的。是。启禀太妃，伦贝勒来了。赶紧请他进来。这些日子，太妃忙皇上大婚的事，看上去有些累。好，天恩的事，只字未提。哦，那就好。啊，太妃让玉伦过来说话了，还说呢，等什么时候皇上不上学休息的时候啊，让玉伦回来看您呢。哎呀，我正惦着玉伦呢。他在皇上身边一切都好，只是我出宫的时候啊，玉伦出来送我，他悄悄地跟我说，皇上有些不痛快，觉得自己呀很多事情都做不了主，正跟师傅们商议着，准备大婚以后啊亲政，亲了政啊，就凡事都能做得了主了。他还有政可亲吗？老太太、太太，少爷在前院孤零零地坐在大太阳底下，坐了好久，脖子都被晒红了。我请他进屋去，可是他不理我，一直坐着发呆。你让秦奶娘拉他进屋。秦奶娘告了假半天，到客栈看她女儿去了。我还忘了，让大顺把他夹到屋里去。是。这孩子怎么了？我早晨起来进宫的时候，就看到他坐在那儿发呆呢。春芒在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回太太，少爷好像打昨儿晚饭后就有点心神不宁。我记得他跟奶娘说过一两句，说是燕生姑娘不肯住在咱们府里，怕是嫌她有什么不好。荒唐！燕生又不是咱们家的人，就为这愁眉不展，没出息。奶娘，奶娘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哎呀，什么事啊？你这么大吼大叫的。少爷那发呆病他又犯了，现在谁拿都没办法。我爹教他进去，他就出来；让他进去，他就……好，那我去看看去啊。啊，那走。哎，在哪儿啊？啊，奶娘，我带你走。快走，奶娘。这边。显然，陆天犯的不是什么发呆病。与秦燕生分手之后，他的心里生出了许多的想法，他需要一个人静静的、好好的梳理一番。少爷，怎么了？你说要是把这辆车送给燕生，他会喜欢吗？我不知道，你问他自己吧。我问他要不要住到这边来，他不同意。我估计他是不愿意亲近我。您说呢？燕生得参加考试啊，他住在这里不方便，你别多心啊。只是他现在要把考试放在第一，旁的事都要等他考完试之后才能顾得上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考完试之后可以搬到这边来住？其实这样也好，考完试没什么负担，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兜圈了。少爷，这车是皇上赐的，咱不能随便送人吧？
可好呢，越喝越年轻。你们俩就哄死我吧啊！太太吃饭了。这个时候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老太太已经康复了，现在府里没有大的事了，请太太准我回去。也好，燕生不在了，家里就剩下他爹一个人，你定是不放心。委实府里有许多事情要靠你照料，但是在你的心里摆第一位的，当然是自个儿的家。我也不能只想着府里，不替你着想啊。这样吧，我这几天就去找老太太好生的说说，再和账房去说一说。本来秦朱氏以为陆夫人会说些挽留的话，没想到自己提出的离开理由却成了陆夫人辞退她的借口。一时间，秦朱氏颇为失落，而且无地自容。少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要走是吧？太太已经答应我了。他答应了，我不答应。那你怎么走？哎，少爷，你别闹了，少爷，你别想走。秦奶娘的事儿，怎么不说一声就把人家辞退了呢？啊？不是我。行了，我是老了，快入土了，有没人照顾都无所谓了。可是天恩呢？他这一年能缓过来，都亏了人家。眼见人刚刚好点儿，脸也红润了，人也活分了，你就把人家打发走了。他这一走，天恩怎么办？不知道多难受呢。我就知道你的心思，你就容不下那个奶娘，她不过是个奶娘嘛，何必那么介意呢？岂不是自降身份？天恩跟奶娘再亲，总归她还是你的亲骨肉。孩子啊，我知道你辛苦，这个家是里里外外都要你撑着。你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心气太高。女人心气太高，会伤了自己的。陆夫人心里有一肚子的委屈想要倾诉，却又觉得任何言辞都是隔靴搔痒，都说不到真正的伤心处。况且就是说明白了，老太太又能理解吗？一时间情难自禁。哎呦，皇上，你才该死，皇上！哎，给我！这得多少年了呀？该剪了。啊！哎，笨蛋！我不是说剪它，这个该剪了。奴才笨，没听明白。刘如海啊，刘如海，在，你看我这头发，每天这么弄来弄去，
多费劲呢！啊，你去淳王府，让他们找一个理发师傅来，要不然就让他们给我推荐一个。快去啊！哎呦，皇上啊！干嘛呀？奴才不敢呢，皇上。奴才认为延庆的官职地位哪能办这么大的事儿啊？皇上饶命，皇上！行，那你去把阮金寿给我找来，他是总管，他能办大事儿。哎，您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说呀，完了啊！哎，这个小人儿怎么又生出这么个整人的主意啊？现在大家伙儿都忙得昏天黑地，又多出这么个事儿，快点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哎，刘如海都告诉你没？启禀皇上，奴才都明白了。好，那赶紧的去办去。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这就准备去办。皇上，奴才还想请皇上裁示。皇上剪辫子是件非同小可的事，等皇上大婚以后，喘口气儿，得空了，再来商量这个事儿。您看，刘如海，奴才在。梳头。阮金寿也不敢隐瞒，把皇上要剪辫子的事儿禀告了太妃。太妃听完就哭了起来，说他这么做得让多少人伤心。也许这就是大势所趋了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没敢向太妃禀告。皇上已经跟几位师傅们商量好了，大婚以后就要亲政。亲政以后要重用自己人，师傅们也推荐了几位：郑孝胥、罗振玉和杨国维。皇上都点头了。大婚前就要逐一接见，大婚后就给明显。这是光绪朝的往事，历史竟又重演了。您是说，皇上会失败？玉伦呐，你进宫当差，职务是半读，你要尽忠职守，陪皇上好好的读书，切不可参与其他的事情。尤其你不要参与政事，以及皇上和王公大臣们的关系，以免招惹是非。人在乱世，要洁身自好，不沾尘埃。当然了，你们也不必替皇上担忧，因为现在必定不是光绪的时局。首先，皇上身边的那些老太妃们，也不是有揽权之欲的，即使是偶有口角，也不过是家庭琐事。其次，皇上已是虚位之君，清廷已无实权，那些王公大臣们再勾心斗角、图谋不轨，影响也极其有限。至于说到亲政，那更是说说而已，现在已经是无政可亲。
至于皇上的权力和范围，也只限于方寸之间和周围的几个人，纵有纷争，也不大。是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你们必须牢牢地记在心里。现在有些王公大臣热衷于复辟，他们串通一些地方上赞同他们的人，这些且由他们，而你们绝不可涉入。是。大清的气数已尽，无人可以回天了。但是只要你们不涉足复辟，就可以做一个抚养无愧的人。孩儿谨记。